大家好，我叫许胜威，我今年就读6年级，我读鹿港镇的文开国小。我天生的视力左眼0.1，右眼0.03，所以在做任何事情都非常的困难。但是遇到事情就要想办法去解决，不是想办法去逃避。所以我觉得要比别人更努力的去学习。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把这一样东西学好，不要做什么事都半途而废。直接往前推就好，推给。好。对，哎呦。好，给我。手摆在你眼睛看得到的地方，开始刚放在下面。放开的时候直接往上推，不是往前推。刚开始打羽毛球，我都打不到，因为羽毛球是白色的，然后我们在室内里面虽然有开灯，可是还是暗暗的，然后打上去速度很快，下来速度也非常的快，所以有时候打得到，然后它飞上去以后掉下来就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。打不到球的时候，就会想说，啊，怎么每次都这样，都打不到，真是气死人了。所以，每当我打不到球的时候，就会想到在练习的时候的辛苦，然后就会再燃起斗志。老师和我还有爸爸妈妈就想了一些方法，像是绑绳子。不过绑绳子在羽毛球和拍子上面，这样打起来，也是有一点怪怪的。它这个头你涂看看，你涂头也要。可是头涂了就不能握着嘞。可以啊，你抓下面的羽毛，抓下面的羽毛。你有看到黄色的吧？真的，因为你稍微用力一下，它会颜色比较深。你再。后来我们又把羽毛球的底部漆成金色的，可是金色的看起来还是没有很清楚。后来我和妈妈想到了一个好方法，她去很多家书局找了有颜色的羽毛球，里面有粉红色、绿色还有黄色。反拍，反拍，正拍，两方面，试试看。好。阿导，给你。我尽量都让他跟同学一起操作，都融入在班上的活动里面。一般老师跟同学之间都会很支持他，他可能做得不好，我们都会适时给他鼓励，尽量去尝试都没有关系。因为他虽然天生就是这样，但是打得到球也不错了，就蛮厉害的，就再接再厉。好，我先发哦。学各种东西，我都会和老师还有家人一起想一些比较能适合我的方法，来去测试看看，然后再多加的练习。那扇形要不要是到半夜？那它有阻碍吗？有。什么东西是它的阻碍？我天生生下来就视网膜连带性皱褶，所以会看得比较不清楚。虽然视力剩下0.1，可是却比一般的0.1看得还更不清楚。为什么它不是一个圆？因为它没有完整是一个完整的360度的圆。我觉得刚上小学的时候是比较辛苦的。我那个时候就是在我的位置上都看不到黑板在写什么东西，然后老师他就把字体放大，写大一点给我看，也让我坐到最前面的位置。不过这样子还是有一点点的吃力。后来就有那台扩视机摆在我的桌上，镜头可以照黑板，然后会呈现在荧幕上面。所以只要看着荧幕，然后镜头照着黑板看荧幕上课就可以了。其实这里因为我上课的时候喜欢到处走来走去嘛，
然后跟同学有互动。然后呢，我常常就会发现说，声威找不到我，我上课上到一半，我也不习惯有镜头对着我，所以我刚开始上课的时候很不自然。然后呢，我忽然间走近的时候呢，他镜头对着我，然后同学呢就看到老师可能眼睛或者是鼻孔啊变得很大，他们会觉得很好玩，然后就会觉得哄堂大笑，那整个那个上课的气氛呢，就觉得蛮轻松的。Can we get there on bike? No, you can't. 同学，请把习作拿出来，习作，习作，第3课的习作。去上英文课，老师是用投影灯，有时候会抄笔记，要我们抄的笔记太多的时候，因为我看比较吃力，所以看比较慢，所以老师切到下一页的时候，我还是停留在上一页，就永远都跟不上的。是说第4课。好，快要好了。那我可以帮他画这一些笔记，然后就跟他说这是什么句型，然后主词是什么，就是我当他的眼睛。Get there by ship. 哪里？老师他也了解我的辛苦之处，他也试着帮我把课本、自修、作业簿放大。You're welcome. 声威的考卷啊，还有他的教科书的部分啊，还有我们就是请厂商啊，把他的那个书籍啊放大，变成大 size 的那个教科书，然后他的作业簿啊、习作啊，都是大 size，连考卷也是。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，因为怕我们那么小的，再怎么样放大也只有 A3而已，所以我们请资源班老师重新排版。重新排版之后，一份双面的那个考卷 B4的考卷，可能会变成大概17页、18页。其实他识字，其实他读书是非常辛苦的，他必须这样贴着紧紧的在那边读。但是他譬如说他今天读1个小时，可能别人只要10分钟就读完，所以他花的时间、花的力气更多。但是我觉得他都没有被打败，那我觉得这小孩子真的是太特别了。可能是天生眼睛不好，还有个性的关系吧，所以我觉得要比别人更努力的去学习，比别人花更多的时间把这一样东西学好。我放学回来大概都是，先吃个东西，然后再上来洗澡，顺便把衣服洗一洗，再去做功课。妈妈上班回来就每次都很晚了，所以我想说要减轻她的负担，所以才帮她洗衣服。我没在洗衣服啊，都是妈妈在洗，因为自从她开始洗衣服的时候啊。他洗完澡衣服洗好了，我回来的时候说：“爸爸，你自己要洗衣服，要自己洗啊。”要是妈妈跟他讲的，我也不会反对说不让他做家事，因为毕竟他也是要长大，自己要去为他自己的行为负责，他也要自己学独当一面的时刻。他们不需要我们去点领他说哪个时间跟哪个时间你要做什么，他不需要。他有空就是弹钢琴、练钢琴。
那个时候看到电视节目上播有人在弹钢琴的节目，所以我觉得非常的羡慕。所以我跟妈妈说，我也想要去学钢琴。后来妈妈带我到很多的音乐教室，找了很多的老师，他们有让我看了谱，然后发现我看不到，所以他们就直接是说放弃。后来我遇到了一位善良的老师，他愿意接纳我的在眼睛方面的困难。他妈妈当初来跟我拜访的时候，他说他去找了很多位老师，老师就一口就跟他说没办法学。然后我就听得好难过，我说怎么可能不能学？因为他妈妈说他也很想让他学。我真的，一听真的是跟他妈妈同时，他妈妈眼眶泛红，我眼眶泛红。那个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我的使命到我。学钢琴刚开始的起初，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。像是在看谱的方面非常的吃力，所以老师也帮我想了很多的方法。我跟他建议说，你买个录音笔，不要录音笔买来以后，他要面临到一个操作问题。那有时候我跟他想说，我帮他操作嘛，他回去也不会动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这是你的责任，你自己要回去学怎么操作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录音笔拿出来。好了，好，来，我们从第一段来开始。因为一般人他看谱能比较快速的把整首曲子学起来，但是我跟他们不一样，因为我看谱看不清楚，所以我要把每首练过的曲子背起来，才不会忘记。一般人学一首曲子花1个月。我可能要花2、3个月，甚至4、5个月才能学起来。我刚开始有一点点想要放弃的念头，可是妈妈跟我说，做什么事都要坚持到底，才有成功的一天。不要一直整天只想跟别人比较，要跟自己比较。每天不断的进步，即使是一小步，但是在经过一段时间后，会变成人生的一大步。